动物里也有大骗子，而且骗子还活得特别滋润。这种乌鸦叫做冠小嘴乌鸦，它是非常聪明的鸟类。有动物学家认为，乌鸦的智商相当于7岁的小孩。冠小嘴乌鸦有自己的语言，人类已经破解了它很多发音的含义。比如这种叫声表达我是母的，雌性的意思。这种叫声相反是我是公乌鸦的意思。这是乌鸦集合的声音，表示大家要聚拢在一起。下面这个叫声最有意思，表示有捕食者来了，而且这种捕食者是有特指的，就是猫。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来了，乌鸦会利用这种叫声来搞欺骗。有一些乌鸦正在享用晚餐，突然之间，一只在高处的乌鸦发出了捕食者靠近的叫声。正在吃饭的乌鸦一飞而散，但真实的情况是，附近根本就没有捕食者。那只发出假警报的乌鸦会飞到食物的边上，独自一人享用大餐。这就是动物界一种典型的欺骗。动物为什么会搞欺骗？动物欺骗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欺骗背后有什么样的进化意义？有关动物骗子手的故事，我们还得从头说起。时间要回到1850年代，英国博物学家亨利·贝茨在南美的热带雨林中收集昆虫标本。他发现了一件非常古怪的事儿，有一种无毒透明蝶亚科蝴蝶与另一种有毒的长翅蛱蝶亚科蝴蝶在外观上几乎一模一样。在自然界里，怎么会有长得一模一样的不同属种呢？贝茨决心调查这件事儿。有毒蝴蝶的毒性是怎么来的呢？原来它在幼虫期会吃西番莲藤的叶子，从里面提取氰化物，所以它的身体里有毒，而且散发一种难闻的味道。经过一代一代的繁衍，鸟就会避免吃这种蝴蝶，这是有毒蝴蝶赖以生存的手段。贝茨恍然大悟，原来无毒的蝴蝶演化成有毒蝴蝶的样子，鸟类就不吃它们了，当然就提高了生存的几率。今天我们知道，蝴蝶并不是有意识去进化的，无毒蝴蝶肯定演化出了成千上万种形态，因为其他的形态没有保护色，都被吃掉了，留下来的就是演化成有毒蝴蝶形态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自然选择。1862年，贝茨将这个发现写成论文发表，一下子震动了生物学界。贝茨将这种模拟有毒物种降低自己被捕食风险的策略称为拟态。贝茨的研究太重要了，他的研究是对自然选择理论的强力支持，不仅验证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也奠定了生物欺骗行为研究的科学基础。今天这期节目，我也特意请到了哈佛大学拉德克里夫高等研究院的研究员孙立新教授，他是动物行为学的专家，请他给我们做一些精彩的科普分享。孙教授，在贝茨发表拟态的时候正好是达尔文进化论出版的这个2年以后，当时贝茨意识到他的发现是进化论的有力佐证吗？他发现了，那是1862年，贝茨发了贝茨拟态的文章，达尔文看到以后，他说这是对自然选择的最好支持。为什么达尔文会这么说呢？他没有其他解释，贝茨拟态的那个发现就是自然选择。两个相隔很远的属种之间它居然能够说最后长得非常非常的接近，它只有这么一种可能性。对的，拟态是一种特别神奇的现象，因为太有意思了。咱们举几个例子。有一种昆虫叫食牙蝇，它以花蜜和花粉为食，但是它没有保护性的武器，非常弱小。食牙蝇就把自己进化成蜜蜂的样子，因为蜜蜂有视针，捕食者少，所以食牙蝇就能够安心地暴露在花朵上。这个看上去吓人一跳，证明它进化得很成功。它不是蛇，而是毛毛虫。它都长成这样了，一般的动物谁敢惹它呢？这种叫做兰花螳螂，主要分布在东南亚的热带雨林里。它把自己伪装成花的样子，引诱其他的昆虫来捕食它们。这种鳄龟会把舌头拟态成小鱼的样子，
它张着嘴等着猎物上钩，然后吃掉一条真正的鱼。最神奇的是伪装章鱼，它可以模仿好几个物种。这是模仿比目鱼，因为有一种比目鱼的鳍部有毒腺，一些大鱼不会吃它们。当章鱼经过危险海域的时候，会模仿有毒的狮子鱼，它还会把自己埋起来，只露出2只触手，就像是有剧毒的海蛇。海蛇的毒性可以杀死一个成年人，是人狠话不多的顶级杀手。伪装章鱼不但能变化，它还会针对不同的天敌产生出不同的变化，简直就是变形大师。除了贝茨拟态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拟态？还有好多种，最常见的叫慕氏拟态。贝氏拟态是一个没有毒的或者没有害的物种模拟有害的物种，或者贝氏拟态也是模拟一种环境的物体，比如说树枝啊、石头啊。慕氏拟态不一样，慕氏拟态呢，它是2种都攻击性很强的或者都有害的有毒的物种之间模拟。德国一个博物学家也是数学家叫 Fritz Müller 发现这个东西，他做了一个数学模型显示出它这个也是可以演化的。它的演化的途径主要是为了防止那些没有什么经验的捕食者误食有毒的物种之间，它可以协同进化。就相当于我原来在这个大楼上举了一个广告牌我在另一个大楼上又举出一个广告牌，那就有更多的人会看到这个广告了，更多的物种就得到了警告。实际上对他们2方来说都是有益的，就等于减少了其他物种对他们的攻击，可以这么理解吗？非常好的比喻，是的，确实是这样的。后来那个所谓的警戒色的演化就是根据这个来的。橘红色、红色、黄色、蓝色这些颜色从环境里面，它正好跟那个贝茨拟态相反。这种警戒色就是告诉大家不要碰我，你碰你就死。所以其实对我们也有一个很有益的一种提示就是你在自然界里，凡是看到那种特亮丽的什么亮丽的红亮丽的黄有可能是有这种剧毒的所以我们也要少碰它们。有毒有害，是的。看到这里，有的朋友可能会问，你讲了半天拟态，这明显是自然进化的结果，欺骗是有意识的，是一种道德上的行为，这些和欺骗有什么关系呢？这绝对是一个好问题。大约在贝茨发现拟态100年后，有人对动物欺骗的实质提出了新的看法。时间来到1963年，动物行为学家尼古拉斯·廷贝亨提出了4个问题，成为研究动物行为学的奠基理论，称为行为4问理论。哪4问？第一问，动物这个行为的机制是什么？称为机制问题。第二问，这个行为是天生的还是学习来的？称为发育问题。第3问，这个行为带来什么生存或繁殖优势？称为适应价值问题。第4问，这个行为在演化树上的起源是什么？称为进化历史问题。廷贝亨的4问太深刻了，他为动物行为学提供了完整的框架，并且把这门学科引向了它的终极意义。通过比较动物的行为，最终的目的是为了研究人类的行为。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动物学家用胶片记录了一个残忍的凶手——杜鹃鸟。杜鹃鸟会跑到其他鸟类的巢穴里生蛋，为什么呢？因为杜鹃自己不负责喂养幼鸟，它的策略就是让其他的鸟类帮着自己抚养下一代。50年代的胶片太粗糙了，咱们再看看现代动物学家拍摄的视频。刚出生没多久的婴儿杜鹃就是小杀手，它连眼睛都没睁开呢，就知道要干什么了。它要把其他的蛋顶出鸟窝，自己独占喂食资源。如果它比其他的幼鸟晚孵化出来怎么办呢？大家看这段视频就知道了。它会继续行凶，把其他的小幼鸟顶出鸟窝，最终一只幼鸟都被它谋杀了，只剩下它一只，吃的又肥又大。鸟妈妈在喂食的时候，喂的是比自己个子还要大的一只巨鹰，这是多么恐怖的一个场面。这种行为被称为巢寄生，是物种内的一种欺骗行为，把蛋生在其他鸟的巢里当吃白食的。不只是杜鹃，有200多种鸟类都有这种行为。现在问题来了，其他的鸟为什么没有分辨出杜鹃的欺骗行为呢？因为杜鹃的蛋在颜色、
斑点形状和分布等方面与寄主的蛋高度相似。假如寄主是大山雀，大山雀的蛋是蓝色的，那么杜鹃就会生出蓝色的蛋。假如寄主是大尾鹰，大尾鹰的蛋有棕点纹，杜鹃就能生出带棕点纹的蛋。因为蛋长得很像，其他的鸟就难以分辨。杜鹃的这种欺骗行为称为蛋拟态。廷贝亨对大量动物进行了研究，他提出，无论是杜鹃的蛋拟态，还是伪装章鱼的视觉欺骗，其实都是在传递信号。动物并不分析信号是否真实，而是按触发机制做出反馈。这个进化过程是一种选择性的过程，因为通信系统一般是对信号的发送者和信号的接收者都是有利的。多数情况下不利的话呢，那个通信系统就不存在。所以这导致呢，撒谎者可以出现，但撒谎者不能太多，否则就导致呢通信系统崩溃。信号系统的演化基本上是个互利过程，所以动物对有些特殊信号的敏感性可以带来更多的好处。原来动物之间的行为信号系统目的不是说真话，而是做出对我有利的行为反应。廷贝亨的结论振聋发聩，为后来动物欺骗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与实验证据。因为在动物行为学领域开创性的研究，廷贝亨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但实际上，动物欺骗行为远不止上述例子那么简单。动物之间的欺骗并不是简单的零和博弈。什么叫零和博弈？就是你骗我，我被骗，我的损失等于你的收益，这是最简单的博弈。而大自然的演化策略要复杂得多。时间来到1973年，英国生物学家梅纳德·史密斯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叫做《动物冲突的逻辑》。这篇论文首次将博弈论与达尔文自然选择结合了起来。史密斯很了不起啊，他创建了一个全新的门派，称为演化博弈论。我们先来举一个例子啊，有一种大西洋鲑鱼，就是三文鱼。雄性的鲑鱼有3种变体，正常形态要在海里生活4-5年，发育成长，然后回游到淡水河里与雌鱼交配。第2种形态，动物学家给起了个名字，叫杰克。杰克投机取巧，会提前1-2年从海里返回淡水河生产。这段视频能够很清楚地做出对比。杰克在海里的生活时间短，没有充分发育，所以它的体型比正常的雄鱼要小。杰克在交配的时候不占优势，它产出的后代一定比正常的雄鱼少。然而杰克缩短了生存时间，也大幅地减少了意外死亡的几率。第3种形态最有意思，称为早熟龟。它们连大海都不去，整个生命周期都在淡水河里。它们在第1年或者第2年就会性成熟，代价呢就是早熟龟的个头异常的小，它一出现就可能被前2种形态的鲑鱼吃掉，更别提与它们进行交配上的竞争了。怎么办呢？下面这段视频拍得很棒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早熟龟的生存策略。它们躲在岩石的后面，趁着正常鲑鱼交配喷出卵子的时候，它们就猛冲到后面，向着卵子喷出自己的精子。这个一瞬间冲到雌鱼尾巴后面的就是早熟龟，这是它唯一可以把基因传下去的手段。为了这一刻，它们也真是拼了。早熟龟的行为也可以看作动物在交配上的欺骗行为。它们没有取得雌鱼的同意，避开了强壮雄鱼的监控，干扰了雌鱼与正常雄鱼的繁殖意愿。这是一种非诚实的配对策略。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梅纳德·史密斯给出了非常精彩的解释。他的理论以前在讲博弈论的时候也讲过，咱们再简单的复述一下。这个理论称为鹰鸽博弈。假设大自然每天都提供相同分量的食物，当一只鸽子遇到一只鹰的时候，它无法与鹰抗衡，只能吃一份食物的一半，而鹰可以吃1份半的食物。因为鸽子吃不饱，所以它只有50%的机会活下来，而鹰不但活得很好，还有50%的机会可以繁殖。但是如果鹰遇到鹰，它们就会打架，每个人只能分到一半的食物。打架会受伤，消耗能量，就意味着他们吃掉的食物被消耗掉了，所以2只鹰都活不过明天。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规则了，如果把一只鹰放在一个120只鸽子的社会中，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一开始，鹰在这个社会中是无敌的存在，它凭借着战斗优势大量的繁殖。但自然界就这么大，鹰的数量一旦多了，鹰与鹰就会碰面，它们就会打架，然后在第2天死去。经过70天的演化，生物的总数降低到70到100只之间，而在大多数时间里，鸽子的数量都比鹰多。现在我们换一种可能性，再从鹰进行演化。一开始，鹰大量的繁殖，但是很快鹰与鹰就厮杀起来了。鹰数量最多的时候都不到鸽子的1半。如果在这个社会里放入一只鸽子，会怎么样呢？起先，鸽子在夹缝中艰难的生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鸽子却越来越多。经过68天的演化，生物的总数仍然在70到100之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大多数时间里，鸽子的数量都比鹰多。这就是有意思的地方，无论从哪个方向进行推演，鸽子的数量都会比鹰多。这说明存在着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调控着物种的比例。这是为什么呢？咱们使用图表来说明啊。如果2只鸽子相遇，它们各得到1份食物。如果一只鸽子遇到一只鹰，鸽子得到1/2的食物，而鹰得到1份半的食物。颠倒一下视角，从鹰的角度来看问题，鹰与鸽子相遇，鹰得到1份半的食物，鸽子得到1/2的食物。最后一格是鹰与鹰相遇，它们的收益为0。我们来分析一下2种可能性。如果我选择当鹰，对你最好的策略是什么呢？你可以选择当鹰啊，但是我们会两败俱伤，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当鸽子，先争取活下来。这样一来，对于我来说，右上角的情况是最佳结果。另一种情况就是2只鹰同时死亡。为了活得长久一些，这一回我选择当鸽子。对于你来说，最好的策略是什么呢？当然是当一只鹰。所以左下角的情况就是最佳结果。鹰鸽博弈告诉我们一个结论，在自然界里，最好的策略并不是当鹰或者当鸽子，而是一种动态的选择，加入少数派。鹰是一种高收入、高投入或者高风险对策，另外一种呢，鸽派，鸽是一种低投入、低风险，但是也是低收入的一个策略。当鹰太多的时候，它们之间的那个风险就会增加，因为它打斗概率就升高嘛，一直到那个就是说抵消了它的那个收益。这个时候呢，鸽子就有利了，对吧？因为它低风险、低收入的那个策略，所以它是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在进化生物钟里面叫频率依靠选择 （frequency dependent selection）。我们回到大西洋鲑鱼的例子，史密斯指出，欺骗策略成功的前提是它是少数派。怎么理解？如果所有的雄鲑鱼都像早熟龟一样偷偷摸摸地搞潜伏交配，那么雌鲑鱼根本就得不到交配的信号，它们也就不参与交配了。如果每条雄鱼都搞欺骗，那就麻烦了，整个系统就不工作了，也就灭亡了。所以在每个种群中都会产生骗子。前面咱们谈到了，廷贝亨提出动物之间的行为信号系统，目的不是说真话，而是做出对我有利的行为反馈。早熟龟的例子同样验证了这个道理。它在雌鲑鱼排卵的特定时机，利用他人信号去搭便车，这同样是对信号的反应。前面讲的概念比较多啊，咱们迅速的回顾一下。我们从零和博弈的拟态讲到了非零和博弈的多策略共存，其实已经解决了标题中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自然界骗子横行呢？这是自然演化的必然结果。的动物它没有道义观，没有道德概念，它有自己的规则，但是它没有那种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是非这个问题。它就是说我这适应度是增加还是减少，我的后代是多还是少，它其他不考虑的。我们讲欺骗的城市实际上是一种比喻了，实际上对他来说就是2种不同的对策。这期节目的标题有2个问题，现在再看第2个问题：动物欺骗的结果是什么呢？很快就有人给出了震撼心灵的答案。时间来到1978年，英国著名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发表了一篇论文《动物信号：信息还是操纵》，提出了后来名动天下的操控信号理论。道金斯是除达尔文之外大家最熟悉的生物学家之一，因为他的另一本书更有名，就是《自私的基因》。为什么道金斯写出了这么了不起的书呢？
那是因为1953年，詹姆斯·沃森和弗朗西斯·克里克首次揭示了 DNA 双螺旋结构。那个时候大家才知道，原来 DNA 是遗传信息的存储器。正是因为分子生物学的发展，道金斯才能写出自私的基因。所以各个学科是相互印证发展的。道金斯提出，个体行为不为种群或物种服务，而是基因为了自我复制而设计的策略。这个观点似乎与我们过去的认知是反的。个体不是经常会为了种群而牺牲自己吗？比如下面这个例子就非常的生动。鸭妈妈带着一群小鸭子寻找更大的水源，这个时候一只巨兽出现了，这是人称草原二哥的非洲猎狗。一哥是狮子，二哥就是这个猎狗，可见猎狗的战斗力有多强。鸭妈妈要保护自己的孩子，于是她开始施展诡计。她迅速转移了方向，嘎嘎地叫，吸引了猎狗的注意力。然后她开始表现出自己受了重伤，可以看出她表演得非常逼真。猎狗果然上了当，开始向鸭妈妈的方向前进。就在猎狗靠近的时刻，鸭妈妈立刻以极快的速度逃进水里，这让猎狗有点蒙圈啊，它开始怀疑其中有诈。此时鸭宝宝还没有进入水中，于是鸭妈妈故技重施，她又开始进行溺水表演。她的表演都可以拿奥斯卡奖了。猎狗再一次被她吸引，它进入水中，再次寻找捕食的机会。在猎狗背后，小鸭子陆续下水了。这是一个关键时刻，鸭妈妈要非常小心地与猎狗保持距离，让猎狗认为自己可以得手，但是呢，又不能真的被猎狗吃掉。它不断地为小鸭子争取时间。当小鸭子进入到安全水域以后，鸭妈妈松了口气，她立刻结束了这场接近死亡的表演，迅速地跑路了。这难道不是个体为了种群的牺牲吗？并不是。道金斯阐明了问题的实质。从基因的角度上看，鸭妈妈保护的是自己的亲生小鸭，这是因为后代中携带了与它共享的基因。小鸭与它的基因相似度等于1/2，拯救6只小鸭子的基因回报为3，大于它冒险的代价1。利他行为之所以演化，是因为这个行为对基因有利，哪怕牺牲了个体，也是基因传播概率上的投资最优化。基因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在努力地复制自己。所以动物的一切行为都是由基因控制的，生物只是基因的容器。随后道金斯进一步解释了动物为什么会产生欺骗。欺骗是信号系统，只要这种行为能带来好处，它就能在演化中保留下来。这说明自然界的交流系统本质上是一场策略博弈。原来欺骗是动物对信息的一种操纵，目的是用来操控对方的反应。所以动物的欺骗到底是什么呢？就是释放出了一种信号，使对方误判，做出错误的行为，这就构成了动物行为学意义上的欺骗。但是大自然并非只有欺骗，其他的基因也要拼命地生存下去，它们就会进化出反欺骗的识别机制。我讲几个例子你会比较感兴趣。大杜鹃跟大尾鹰之间的关系，那个是研究最多的，因为大杜鹃的所有的繁殖都是通过巢寄生在其他鸟巢里面下蛋，受害最大的嘛就是大尾鹰。有的大尾鹰它会巢寄生会达到30%以上。在这个情况下呢，那个大尾鹰呢，它就把蛋丢出去，它看看不像的蛋就丢出去。还有一个例子呢，其实小鱼在自然界上嘛，它一般都在草丛里面躲避它的那个捕食者大鱼了。你不能老待在草丛里面，有的时候交配啊，有的时候迁移啊，有的时候外面取食啊，你要到外面出来。这个时候这个小鱼就有办法，它不单自己出去，它还带着个同伙出去。因为如果带着个同伙的时候呢，它这个被捕食的概率可以减少50%。但是呢，接着一个问题了，作为领头的鱼跟后面跟从的鱼之间，它有一个博弈过程。领头的鱼承受的风险大，跟从的鱼承受的风险小。后面跟的鱼，它现在可以假装你跟，它后来它突然之间可以逃回到水草里面去，对不对？它怎么办法呢？它在2个鱼同时行动的时候呢，领头鱼突然之间就是反转到跟从鱼后面，这样呢让跟从鱼暴露到更大的风险里面。原来跟从的鱼啊，突然间它变成领头鱼了，那它怎么办呢？它的策略是什么呢？一变成领头鱼以后，为了防止跟从鱼临阵逃脱，它就突然之间转身到跟从鱼后面去了。所以这时候就是领头鱼跟跟从鱼之间互换角色，
平享风险。就有点像人类的那个你先冲锋，你先冲锋，你先冲锋。自然界的规律是这样的：当诚实信号占主导时，欺骗者可以搭便车，获得传播上的优势。但欺骗多了，接收者开始怀疑信号真实性，他们就会拒绝响应。于是欺骗者开始使用更复杂、隐蔽的伪装信号，接收者就被迫发展出更复杂的认知能力、记忆力、策略推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认知的军备竞赛不断打响，复杂的认知结构不断出现。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指出，欺骗与识破的演化是推动大脑体积增大和认知功能增强的关键，最终智能出现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结论：自然选择的力量使动物产生出千奇百怪的信号系统，信号会操纵动物的行为，这促成了动物之间的欺骗。而演化博弈的力量又激发出欺骗与反欺骗的对抗，大脑在对抗中不断升级，最终产生出智能。智能并不是欺骗的目的，但智能绝对是进化的产物，而我们人类就是这个星球上进化出来的最大的骗子手。有的朋友可能会问，这样看来我们应该鼓励欺骗啊，欺骗不是进化的动力吗？这个结论是不对的。为什么？因为欺骗是自私的基因操纵的。对于人类来说，自私的基因是第一基因，但是人类还有一个不同于所有动物的基因，那是人类的第二基因。当第二基因出现后，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就开始失效了。那是另一个波澜壮阔、激动人心的故事。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别忘了关注老明的频道，有关人类第二基因的故事，我们下期节目再聊。